3月8日，一加手机官方宣布了与全球专业相机厂商哈苏达成了战略合作关系，坐实了之前合作的传闻。这一次对于机圈来说，无疑是一个重磅级的消息。前有华为徕卡，后有 vivo 蔡司，为什么一线手机厂商都喜欢和老牌的专业相机进行合作呢？这些合作又究竟为手机影像带来了什么新的体验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手机和相机的那些跨界合作。徕卡、蔡司都是从第一部相机诞生到现在，经历过历史洗礼的经典品牌。徕卡在镜头和品质上独树一帜，被许多人津津乐道。而蔡司虽然不生产相机，但是专注于光学领域，在镜头、镜片镀膜等方面功力雄厚。但最早开始和相机相关厂商合作的手机公司并不是华为，而是诺基亚。早在2004年，诺基亚就和卡尔蔡司合作，随后经典的诺基亚 N90 面世。国内最早开始合作的公司是华为。2016年，华为和经典的徕卡签署合作，并推出了带着徕卡标志的旗舰手机 P9。再后面就是2020年 vivo 和蔡司了，以及最近官宣的一加和哈苏。手机影像技术的长足进步，使得大多数人都可以记录、创作、分享，不光是随时随地的捕捉值得被记录的生活片段，也赋予了他们影像表达的自由。手机作为影像行业的新杰作，开创了这个计算影像时代，并主导了这次从未出现过的影像变革。计算影像也极大的弥补了体积的缺陷，毕竟手机不可能塞下硕大的镜头。而和光学领域顶尖传统相机厂商的合作，意味着传统光学和计算影像能够协同互补。专业的影像技术不再专属于专业人士，而可以惠及每一位普通的创作者，并让手机影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。除了专业的光学技术，蕴藏在那些伟大照片背后的情感和味道，也是传统品牌100年传承的神韵。这也是华为牵手徕卡的重要原因。毕竟在摄影爱好者心目中，徕卡是一个传奇。1913年，奥斯卡·巴纳克打造了第一台用35毫米电影胶片的徕卡原型，也是现代便携式相机的雏形。而之后的100多年，从罗伯特·卡帕的士兵之死到时代广场的胜利之吻，从周总理半身坐像到拳王阿里的出拳照片，徕卡相机为我们忠实的记录了历史。徕卡的 M 镜头也成为了目前依然在世，并且历史最为悠久、质量出众的镜头群。徕卡还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情感和味道。用许多人对徕卡风格的描述，就是图像锐利，色彩饱和，被摄主体有着很强的立体感。因为镜头的解析力高，图像的过渡层次丰富，有一种特殊的油润感。当然了，这么说就很玄学了啊！但情感和味道本就不是具体参数能够量化的，而这也正是经过100年的发展，徕卡独有的那种味道。2016年，华为和徕卡首次合作了 P9， 当时 P9 自带了一颗黑白镜头，拍出的黑白照片就有那么些徕卡味儿。而随后几年，华为在影像方面突飞猛进，不仅在夜景拍摄上表现绝佳 ，RYB 的加入更是华为对自己实力的证明。蔡司的历史相比徕卡来说稍微单薄了一点点，毕竟许多人对蔡司的了解仅限于镜头和镀膜技术，而翻开近100年的光学设计史，就宛如一部蔡司的发展史啊。几位大师级的科学家都是光学设计史上的关键人物。而早在1932年，蔡司还生产过康泰克斯牌的旁轴相机啊，只是在2004年因为各方面的原因，这个品牌进入了沉寂。但是这并不影响蔡司在光学领域技术的沉淀。徕卡最初的艾尔玛50毫米镜头还参考过蔡司镜头的设计，而这个设计是当今大部分手机镜头设计和研发的起步，始于1902年。vivo和蔡司首次合作的 X60 Pro Plus 在炫光、鬼影、色散等方面都表现优异。同时 vivo 还带来了蔡司 Belter 人像风格，而蔡司 Belter 其实是1927年为电影摄影机所设计的镜头，以旋转焦外而闻名。发展至今，该系列的镜头仍然是最昂贵的老式镜头之一。哈苏看起来更为神秘一些啊，大多数人并不是太了解。相比徕卡和蔡司，哈苏虽然有80年的历史，但也要短暂不少。但是许多被我们所铭记的伟大片段，其实都来自哈苏。34年前，阿波罗17号的宇航员用哈苏相机第一次拍下了人类家园的全景照，并取名蓝色弹珠。这张照片也是微信之前的启动图，被数以亿计的人看见，成为哈苏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照片。同样的传奇照片还有载入人类史册的个人一小步，人类一大步，披头士乐队穿过艾比路，迈克尔·杰克逊的第一张专辑封面，还有奥德雷·赫本、玛丽莲·梦露、大卫·鲍伊、伊丽莎白·泰勒等等等等。1939年，二战爆发，瑞典空军想仿制一台德国的军用相机，从而找到了时年33岁，在影像设备方面颇具口碑的维克多·哈苏。当被问及能否仿造一台类似的相机时，他回答：不能，但我能做出一台更好的。
它确实做到了啊。作为相机界的蓝血贵族，数十万的价格也是一种对品质的自信。而中画幅更是哈苏经典的传承，带来了比全画幅更大的视野和细节，让许多摄影者心之所向。2019年，周杰伦说好不哭 MV 里啊，女主打工赚钱送了热爱摄影的男主一台相机，就是哈苏的503CW。人们不经常听到它，只是哈苏并不那么高调，更像是一个默不作声的记录者，就像宜家、沃尔沃这些瑞典品牌一样啊，内敛、冷静、丰满而不单薄，也就像是哈苏照片的色彩，有种接近胶片的厚重感。厚重而不做作，稳重而又真实，有种自然的朴素美，它没有那种德系的毒味，好像这东西本应该就是那样。而和一加合作的一加哈苏手机影像系统，首先带来的就是哈苏经典的自然色彩优化，力求自然的色彩还原，更加细腻平滑的色彩过渡，每一张都有自然舒适的色彩表现。而这些背后，就是哈苏过去80年对于色彩的理解啊，就是那种难以量化，只属于自己的情感和味道。除此之外，哈苏专业模式也为专业人士提供了充足的发挥空间，除了可以调整感光度、白平衡、快门速度等等多种影响成像的参数，它还支持12位色彩深度的 RAW 格式，可以捕捉高达687种颜色，色彩更加细腻的同时，保留了极大的后期空间。当然了，这些只是哈苏和一加合作的起步，在长达3年的战略合作期里，一加肯定还会和哈苏一起打造更加极致的影像体验。有趣的是，一加其实并不是第一个和哈苏合作的品牌，早在2014年，哈苏就和微图合作推出了一款旗舰智能手机，采用了哈苏认证的1300万像素摄像头，它的售价超过7万块钱。但是说到气质，还是一加更哈苏一点啊，就像是哈苏对于品质的追求啊，一加做手机的态度也是不将就，以智取胜，没有采用什么机海战术。而高端往往是最难做的，因为高端就意味着强，不是你某一块强，而是每一项都得强。这次合作也算证明了影像体验将成为一加产品战略的重要一环，而拍摄不再是之前单纯的记录，而是情感表达。我觉得这才是记录最大的意义。2021年是一加成立的第8个年头了啊！巧的是这一年啊，也是哈苏成立的80周年。一加主打轻巧和简约，只做旗舰产品，而哈苏主打真实和朴素，也只做高端相机。这两个品牌调性很接近，也很契合。哈苏被用来记录了许多传奇的故事，而现在我们也可以拥有一台一加，记录一下我们自己的故事。普通人的故事也值得被记录，而我们都恰好是最合适的记录者。只是目前我们还没能够上手1+9系列，但是从华为、徕卡、vivo 和蔡司的合作啊，对于手机影像带来的结果来看，一加和哈苏的合作也让我们充满了期待。24号的发布会，我们会好好上手一下1+9系列，应该会有一些新的惊喜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讲真，留给其他手机厂商的相机厂真的不多了。OK， 本期视频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，更多内容和精彩，大家可以在全网搜索小白测评，我个人体验，我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